大家好，我是大伟。提肛运动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养生功法。咱们都说啊，多做提肛多受益。年龄越大的人啊，受益是越多。为什么提肛这么重要呢？这里啊就要说到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做人脑精元泄。这个人一老了以后啊，精元啊就开始往外面泄。那么它是从哪里泄的呢？就是从我们的肛。你会发现啊，这个人一老了以后啊，这个肛啊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所以呢，在提肛的时候啊，你的肛越有力啊，它越能够刺激到我们内在的脏腑，肛部越有力，我们的精元啊守得就越稳，我们的脏腑啊运化的就越好。所以说提肛啊非常的好，但是现在很多人啊他是不重视这个提肛，甚至啊有些人提肛做的都是错的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正确的提肛呢？今天教给大家一个传统的提肛运动，你跟着我去做，就能够感受到小腹里面缓缓升阳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如果跟着我做了以后感觉特别的好啊，在评论区下方打出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一划走找不到了。好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呢，说简单也挺简单，说难也挺难的。难的呢是一种理解和感觉，所以我会把里面的细节仔细的讲给大家听，也希望大家不要跳过，认真听好里面的每一处细节啊。我们选择一个坐姿，然后呢腰板挺直，双手放于我们的小腹间。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手势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肛，我大拇指所在的地方。我做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感觉放到手指上，大家看着我的手指去进行收缩。我手滑到哪，大家就要把哪里进行收缩。这里呢是我们的肛，这里呢是我们的小腹这里是我们的小腹所以呢，大家看首先我们先提肛，坐直提肛这里呢就要收紧，大家一定要跟我做，慢慢的到前面肛部的前侧就是我们这儿，也要把它往上提，使劲的往上提。然后到我们的小腹，小腹是什么呢？往内收，往上提然后把力量全部聚于我们的腹部，再到这儿，最后把气吐出来。在所有收紧的时候它是按这个顺序去收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收紧了以后，都不要放松。从后面到前面到上面，这个收紧的过程当中都不要放松，最后把气全部吐出来了以后，再把这个力量全部放松这个是个完整的提肛运动很多人做他就以为提肛就是让一提一夹一下就提上来了，这个是错误的真正的提肛运动它是非常累的，它很耗我们的内耗的我们再来一次看我的手，先提肛，提肛，提了以后到前面我们的前侧这儿我们这儿提上去，提上去以后到我们的小腹，小腹往里面使劲的收然后把力量聚于我们的肚脐上方，慢慢往上走，一直往里面收，往上提，最后把气吐出来，一边吐我们慢慢的把身上再放松这里呢我不用手势了，我给大家来做一遍，我们双手置于小腹前然后来提肛然后呢到我们前面收小腹，手往上提，手到了肚子往哪收收上来以后到顶了以后保持住1到2秒钟，你会感觉肚子里面很酸很胀，绷得很紧的时候，好，缓缓的吐气，放松你就做一个，你会感觉特别的累，感觉里面的所有的力量全部被绷紧了。但是你做完以后，小腹里面发酸，有点微微发热的感觉，又非常的舒服，这个时候你就做到位了我们再来一次双手置于小腹前，身体做板正，好，来提肛，然后慢慢的到小腹往内收，手慢慢往上提，手引导到哪里就要使劲收，同时我们的肛是紧缩的。好，到上面吐气，好，缓缓放松。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建议大家正确的做法，一个提肛大概在15秒到20秒钟是一个。我们每天去做上一个6到8个每天去做上6到8个，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小腹越来越有力这个肚子越来越扁平。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肌肉都激活了，它还能促进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然后呢，加上我们这个内部的感觉会越来越好这个动作要多练特别是年龄越大的人，你越要练受益就越大。
好了，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有用啊，一定要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啊点一下赞啊，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每天分享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朋友到了中年以后啊，都会有一个共识，发现自己的身体啊是大不如前的。年轻的时候啊，肾气足，精力旺，而且耐力又特别的好。再一看现在啊，这个身体的身材啊、体态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朋友啊，他每年都会去做体检，要不就是单位组织的，要不就自发过去的。那么体检报道一拿到手以后啊，发现上面亮起了很多的红灯，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啊，你的身体要去进行养护了。说到养护啊，我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的道家经典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提肛啊。提肛都听过，但是有一句话很少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呢？叫做日搓古道100遍，身体强，力气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啊去提肛100次，它能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更强壮啊，不容易衰老，体质变得更好。为什么提肛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呢？其实啊，提肛它就是一种运动，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个往上提，我们说啊叫做提内气，内气足了以后呢，人就有劲。第二个呢，通过提肛促进我们里面的五脏啊，进行一个更好的帮助五脏的一个运化。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人到老了以后啊，咱们很多地方啊都会往下沉。那么底下兜底的呢，就是我们常听的叫做盆底肌，经常去提肛，刺激我们的一个盆底肌，就能够让我们里面啊往上去提，而且呢，下面这个兜底的地方啊也会变得更加的紧。那么今天啊，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做好提肛啊，真正的把提肛做好。其实提肛这个运动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呢你没有把握到里面的一些细节，那么你做起来感觉也不会那么的好。今天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做完以后感觉身体上面有帮助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现在啊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那么说到提肛这个动作啊，咱们讲究3力合一，是哪3种力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第一个力啊，就是我们前点的这个力，这个力啊非常的重要。你如何去找到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在憋尿的时候那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前点的一个力啊，就是要把前面的点啊往里面去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的后点，后点是哪呢？就是我们的肛处啊，就是你要想象一下啊，我们把我们的肛往上去提，在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在提肛的时候会调动我们的一个臀部，所以呢，我在进行提肛的时候，你看啊，我的头会往上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臀大肌啊在发力，所以呢，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的头会往上动啊。那么我们有个专业的话啊，这个叫做弹臀啊。那么第3个力是哪里呢？第3个力啊，就是我们小腹的力，小腹要往内收啊，往上提。把这3个力啊去掌握好了，你才能做好这个提肛的动作。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姿势啊，这个呢是正常放松的一个手上的一个间距。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想象什么呢？你看，来前点和后点啊一起发力，你看身体啊会往上看，发力了以后呢，我们的小腹啊，你看往内收拢啊，然后感觉把气啊往上去提，好。这个时候呢，你一般做3到5秒钟，你会感觉特别的累。很多朋友啊，因为长期啊，他处于一个不当的姿势啊，久坐或者瘫坐在那里，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下面啊，就是我们的盆底肌这一块啊，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同时呢，他的肚子啊特别的大，就会导致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找不到这种感觉。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啊，把眼睛闭起来。闭起来以后呢，你去寻找一种感觉，第一个啊是憋尿的感觉，第二个啊是提肛啊，把我们的肛周啊把它夹紧，第3个呢是小腹内收。我们一个一个来，听我的口令，我们一起来做，眼睛闭上，然后来我们寻找憋尿的感觉，然后呢第2步去寻找啊提肛的感觉啊，找到这个力就不要松了，一直要把它保持住。你看提肛啊憋尿，然后最后呢小腹内收往上提。好，保持3到5秒钟，好，放松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啊，你别小看这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啊就是保持在一个巅峰收缩状态的3秒钟，你会感觉这个动作给你的整个腹部啊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刺激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去做3到5个，你尝试一下啊，来走1，好，下来吐气，来2，好，下来吐气，来3。好，下来吐气啊！我们记住啊，一个口诀就是3力合一，一定要把这3个力找到了以后，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啊完美的展现出来。这个时候呢，它才会给你身体啊带来最大的一个效果的刺激。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我建议大家每天刚开始练习的时候，10个到15个为一组。早上做个2、3组，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个2、3组啊！你只要坚持半个月到1个月，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的内容收藏下来啊，以免以后找不到了。最好呢是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跟着我的口号一起去练。这样的话呢，在我的带动下，你们慢慢的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好动作，叫做搓骨道。我说搓骨道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明白，但是我一说提纲，很多朋友啊就明白了。搓骨道呢源于道家，有句话这么说了，叫做日搓骨道100遍。我师傅啊今年92岁，实实在在是这个动作啊受益者啊。他从40多岁的时候就一直开始练习，这么坚持下来啊，每天都去做，都50多年了啊，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好。用他的话来说呢，搓骨道是一个修内并且修外的一个动作。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叫做腹中存气，浑身皆有力。这个就是内啊，你搓骨道首先能修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啊给存住。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搓的过程当中啊，它还能怎么样？还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核心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臀、我们的大腿内收肌群、我们的底下的盆底肌都能锻炼到。那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我的描述啊还不明确的话呢，我接下来会用实际的例子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看完就明白了。所以呢，大家先把视频存下来。存下来以后呢，就能够反复观看，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给咱们的视频啊再点上一个小小的赞。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动作。那么在讲搓骨道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先了解腹中存气，浑身有力啊这句话的概念。气内存，身上有力气啊，气如果往下走了啊，你这状态就会不一样。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你们就明白了啊。你看。腹中啊存气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把我们的气往上提，往上收。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会怎么样？人会变得比较的板正，看起来就会有精神。其次呢，你去活动一下你的手臂，活动一下你的腿脚，往上抬，都会非常的轻松。但是如果我让这个气往下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肚子的变化啊，你看，气慢慢的往下走，啊，气给它怎么样泄下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气往下走了以后，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怎么样，也开始慢慢的开始往下了，是不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坐姿都是这样，啊，这个是不好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去把腿往上抬，你会发现腿往上抬吃力了，有力量使不出来，手去活动啊，你看，因为你气往下了嘛，你把胸挺起来，挺不起来，胸就感觉受限了，挺不起来，手去活动打不开了，不像原来人挥舞的那么好。是不是这个就是气下泄？那了解了这个以后呢，你就要知道搓骨道是为了让你什么，把你的整个腹中存气啊往上去走的。这个就是搓骨道的一个意义。男女啊，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都要去练，从40多岁的时候就要注释了，就要开始练了啊，每天10下、20下都可以啊。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把身体啊就这样啊，让它整个气往下走。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搓骨道。把腿先并拢，记住3夹1收，记住这个口诀，腿先并拢，并拢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去掰，掰不开，臀部夹紧，臀部一夹，整个人是怎么样？人是提起来了，看到没有？臀只要一夹，人就开始往上提，腿夹，臀夹，盆底肌夹，盆底肌是什么感觉？盆底肌夹住了，就像啊一泡水，你要憋住的感觉啊！你看盆底肌一夹。夹紧了以后，你看整个人的状态，下面是不是收紧了？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收紧了？然后我们再把小腹怎么样？小腹一收，整个人就怎么样？挺起来了啊！从原来的这样瘫的啊，你
气一收，下面的口袋一把它扎紧，气就往上走了，人就怎么样挺起来了。所以下面的口袋咱们要给它紧紧的，把气往上去走啊，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去练习的时候怎么练呢？非常简单啊，一样是三夹一收。你看，夹腿、夹臀、夹盆底肌，小腹向内收啊，小腹向内收，收紧了以后，下面口子夹紧了，气往上走了，我们要怎么样？吐气，把气吐出来，吐完气以后再放松。啊，再给大家做一遍啊，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手机放下来，你看。夹腿打不开，夹臀人往上提，收盆底肌，收的时候要有这种感觉，憋着的感觉，然后收小腹，这么一下，你看小了吧？一下子这一圈小了吧？然后开始吐气，缓慢而悠长的把气吐完，放松，整个人放松下来。每天都这样去夹，这样去搓。一天你去做上一个10下、20下，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你做完5下以后，里面会有一种小火苗往上走的，里面烧着的感觉，热热的，非常的舒服啊！所以把这个动作练会了以后，你就知道它的帮助有多大。坚持做一段时间。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里面讲的干货和细节非常的多，不仅讲了这个动作，还让大家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去做也给你讲明白了。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视频好的，可以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感觉对你有帮助的，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啊做了一件善事。没有关注大伟的，记得把我们的关注点一点，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都是实用的干货。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支持。大家好，我是大伟。有一个传统的动作啊，叫做提肛。这个动作啊，不得不提，古人把它称之为啊搓骨道。我们为什么要提肛呢？可能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啊。其实，在现在很多人练习的凯格尔运动啊，中年人的凯格尔运动都是属于提肛的一种。所以呢，你只要坚持去提肛，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当中啊存气了。存气是什么意思呢？我的老师傅啊曾经就告诉我，人啊这个腹部啊一定要这个气长存，气长存于腹，浑身皆有力。所以呢，这个腹中啊千万不能让这个气啊往下去陷。只要这个气往下去陷了以后，你会发现腿脚首先走路起来如同灌铅。其次的话，这个地方如果比如说打喷嚏啊、咳嗽啊，腹压只要一增大啊，里面下面的出口就会出来1滴水啊、2滴水、3滴水，这个水啊就会往下流。所以腹部只要有劲的，哎，你会发现整个人啊他就提起来了。提肛这个动作啊，年龄大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做。但是我发现很多朋友啊对提肛这个词啊理解错了，他以为就这么夹一夹，不是这样的。提肛这个动作，你只要做对，他就会感觉特别的累。但是这个累完以后啊，浑身上下又会感觉有劲，很舒服。怎么去做一个正确的提肛呢？大家先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然后评论区下方记得做完以后有用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正确的提肛分享给大家。提肛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大家记住一个口诀，叫做3力合一，小腹上提啊。这个口诀你把它会背了，你就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去做了。那我们讲的3力合一是什么力？是一个夹的力，3个点要向内夹，小腹要向内收。把这个动作全部准备完，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首先第一个要夹的地方是我们的大腿，你看大腿这么一夹，掰你掰不开，这是第一个夹的地方。第二个夹的地方是哪里？我们的臀部啊，臀部夹起来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信号呢？很简单啊，你看臀部一夹，人就会跳一下；臀部一夹，人就会跳一下。让我们臀部把它夹紧，人就会往上去走一走啊，这个是臀部夹。第3个要夹的地方是哪里？来，记住了，就是我们的盆底肌 PC 肌。这个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大家每个人都经历过盆底肌夹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想象一下，你的小腹当中装满了水，快要出来了，往下泄了，这个时候你使劲的忍啊忍啊，这个就是什么？你的 PC 肌和我们的盆底肌在夹啊。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腿部夹紧，臀部夹紧，然后盆底肌给它夹紧。这个3个力，你只要找到这种夹的感觉，就开始感觉累了啊！我现在能感觉到，好，3个力一夹紧，小腹会自然而然的内收。我们内收还不够，小腹还要保持什么？内收上提。好，把它全部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气跑到这儿了。
这个时候你呼之欲出，吐出来，吐完以后，记住是吐完气以后，整个人放松，像一滩烂泥一样的松下来。松完以后再怎么样？再紧，你看夹三力合一，腿夹、臀夹、盆底肌夹，然后再把我们的小腹内收，怎么样？气上提，好，吐出来，好，再放松，这就第二个。大家千万不要感觉这个动作简单啊！你们把这3力只要能夹出来，再加上我们的腹部内收，就这么4个力全部做完，把气吐出来，你会发现做一个也是很累的。我们每天把这个动作，如果你可以的话，有精力的话，你做5个；没有精力的朋友，念上3个啊！就这样去坚持，每天去做，做完1个月，你会笑嘻嘻的来感谢我。为什么？因为做完1个月，你会发现这个气怎么样提上来了。那气只要一提上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啊就怎么样呢？皆有力，有力气。这个提肛的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学会。同时把这个动作怎么样呢？转发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并且一定要记得，没有关注我的，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古法锻炼当中有一个动作啊，你不要忽视，叫做搓骨道啊。你看这个名字啊，非常文雅。所谓搓骨道啊，其实说通俗一点啊，就叫做提肛运动啊。这个动作啊，不仅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腿内收以及我们的一个 PC 肌，还能把里面的气啊往上提一提。有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内气存，浑身有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如果说年龄大了以后啊，我们腹中的气啊就会慢慢的往下走，这个时候呢，它底下就会容易啊出现什么下陷啊，比如说我们的盆底肌啊变松了。而提肛这个动作呢，只要我们每天去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盆底肌啊给它强化，把我们里面的内气啊往上提一提。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啊，只要你超过了45岁以上，无论是男女，每天啊都要去练上一个20下左右。好了，话也不多说，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动作。所谓提肛第一大要素啊，就是一个字夹。先夹我们的臀，再夹我们的腿，最后把里面的盆底肌啊给它往内夹紧啊，把我们的这个门啊给它夹紧。关紧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这3点做好了以后，小腹会自然而然的向内收。如果你没有收小腹的感觉，也不用担心，自己控制一下向内收，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底下是紧紧绷绷的。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自然而然就坐直了，坐起来了啊，气开始往上去走，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配合着啊3个力向内夹的时候吐气。把气给吐出来，然后放松，整个人放松下来，再进行第2轮夹啊！大家注意看啊，这个夹其实我们是要练的，把动作拆解下来就是这样。你看，先夹我们的臀部，注意看，这个是我的臀部在收紧啊，我的腿部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我整个人会有个上下起伏，是你的臀部在发力。好，先夹臀部，再夹腿部。然后把我们的里面有一种夹的感觉，这种夹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憋了很久的水啊，想要去放水，但是呢你快憋不住了，这种夹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里面深层用力的感觉，小腹内收。当你把这3个力啊全部保持住了以后，开始吐气，把气吐出来以后，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一次来夹。往内夹紧啊，里面好，小腹内收，吐气，缓慢而悠长的把这个气啊给它吐出来，然后我们再做一次，大家注意看，先夹臀，再夹腿，然后里面要夹住，好，开始小腹内收，吐气，好，把气吐完以后。这个时候呢，正常你做上3个左右，你会发现啊，整个腹部包括下面，它是有一种紧的感觉。即便你放松了，它里面的温度啊也会往上升，感觉热热乎乎的，而且里面啊夹得紧紧的。这个就证明着你这个动作啊做得到位了啊，每一个细节你做的都非常好。如果你做了3、5下，甚至做了一个8下以后，你都没有我讲的这个感觉，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从我们开始讲细节的地方再重新
看一遍，跟着我讲的内容啊一起去做。当你开始发现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喜欢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我们再讲一遍啊，无论男女，只要你的年龄啊超过了45岁啊，每天你都可以去练上一个20下，而且也不费时间，也不需要特殊的场地，你只需要静静的坐着把这个动作练好。一般来说，20下耗时也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我的视频点上一个赞。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